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 CEO， 你打開公司的銀行賬戶，裡面整整齊齊地趴着1268億美元的現金和短期的投資，這筆錢什麼概念呢？比全球很多小國家的 GDP 還高。你每天光吃利息就能吃出天文數字。在這個時候，你會幹嘛呢？你可能會回購股票、發股息，甚至收購幾家競爭對手。但是，在前天6月1號這天 ，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做了一個讓整個華爾街瞬間炸鍋的決定。他們不僅沒拿這1268億現金去討好股東，反而向市場遞交了一份文件，宣布通過發行新股，再從股市裡抽走高達800億美元的資金。這是美國企業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單次股票發售之一。消息一出來，資本市场瞬間撕裂成兩個極端。一方面 ，Google 自己的股價应聲重挫，跌幅一度達到3%到4%，無數散戶破口大罵，說這就是明目張膽的割韭菜。因為這800億新股一旦砸進市場，所有老股東的股錢就被憑空稀釋了將近2%。大家本能的反應是，這家公司是不是瘋了呢？有錢不花，非要來抽血去填人工智能那個黑洞呢？但是你再看市場的另一面，給 Google 提供 AI 底層硬件和算力基建的供應鏈公司，股價就像坐上了火箭。做定制芯片的博通當日大漲了超過 6%， AI 算力基礎設施供應鏈的整條線應聲大漲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些供應鏈上的老狐狸們知道， Google 這800億每一分錢都會變成真金白銀，砸進他們的訂貨單裡。第一反應說 Google 在割韭菜的，和第一反應說 Google 在下一盤大棋的人數同樣多。今天我們就把這800億背後的財務陽謀，以及它將如何決定你未來幾年財富流向的底層邏輯，徹底扒開來看一下。一句話先說清楚，賬上有1268億現金，還要發股，不是因為缺錢，而是因為這筆錢已經不夠多了。這個邏輯就是今天整期視頻的核心。很多人的第一個問題是，既然賬上有1268億現金，為什麼不自己掏錢搞 AI 軍備競賽呢？退一步講，就算真要融資，為什麼不去銀行借低息貸款或者發債呢？非要頂着股價下跌的罵名去增發股票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得來算一筆極其殘酷的數學題。在過去很多年裡，華爾街對 Google 的認知就是一台完美的輕資產印鈔機，靠着縮小廣告和雲業務， Google 過去幾年的經營現金流大約穩定在每年1200億到1300億美元。但是那是過去。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財報電話會上， Google 的管理層給出了一個讓全行業窒息的數字：2026年全年的資本支出指引飆升到了1800億到1900億美元。而且管理層直白的預告，2027年這個數字還會繼續往上加。我們來用最簡單的減法算一下，你一年辛苦賺進來的經營現金流，就算極限優化到1300億，但今年剛性支出的基建費用是1900億，1300億減去1900億等於-600億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這意味着 Google 的自由現金流不僅被極限的壓縮，而且直接被擊穿，由正轉負，砸出一個-600億到-700億美元的大窟窿。你再回頭看那1268億現金，還覺得多嗎？按這個燒法，純靠內部造血，不到2年時間 ，Google 的現金池就會徹底的見底。一家賬上沒有足夠安全墊的科技巨頭，在瞬息萬變的宏觀環境裡就等你裸奔。
所以內部造血根本無法支撐這場戰爭，向外部找錢才是唯一可行的選擇。好，那為什麼不發債呢？蘋果在2023年賬上有1400多億現金，也發過170億的債，玩了一手漂亮的避稅套利。Google 為什麼不抄作業呢？因為時代變了，資金用途也徹底變了。2023年蘋果發債，做的是財務工程，錢是拿去回購股票的，而且那時候利率極低。但今天 Google 要這800億，是拿去買鋼筋水泥、買變壓器、買 GPU。根據2026年中期真實的債券市場收益率曲線，如果 Google 現在期發800億美元的長期企業債，加權平均利率大約在 5.2% 左右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只要這筆債一發出去， Google 每年的賬本上就會憑空多出超過41億美元的剛性利息支出。不管你的 AI 模型今年有沒有賺到錢，不管宏觀經濟有沒有衰退，這41億美元一分都不能少。但這還不是最致命的，最致命的是懸在 Google 頭頂的信用評級。Google 目前維持着標普 AA+ 的頂級信用，但根據評級機構的報告，一旦 Google 大舉發債，會瞬間消耗掉絕大部分的評級安全墊。信用評級一旦被下調，整個公司的借款成本就會全線飆升。你可能會說，降個級怎麼了？利息高點而已。錯，對於提供底層雲計算服務巨頭來說，信用評級就是他的命。這就好比巨頭的信用卡被凍結了。Google 雲的客戶是全球500強，金融機構、政府部門，這些大客戶要把最核心的 IT 命脈托付給你。他們要求的是你這家公司具備永續穩定的絕對服務能力。資產負債表哪怕露出一絲的脆弱，大客戶就會立刻產生信任危機。你是不是快沒錢了？你的服務器明年還能不能穩定運轉呢？這種信任的崩塌，任何科技巨頭都承受不起。所以發債是這道算術題裡的一條死路，而發股引入的是公司財務理論裡被稱為永久資本的東西。它不設到期日，不用還本，也沒有固定利息的兌付壓力。數據中心是一種極度特殊的重資產，建設週期2-3年，回收週期可能長達10年到20年，中間充滿了科技迭代被淘汰的極度不確定性。用借來的錢去賭這種長週期、高不確定的投入是找死。用股票融資， Google 把 AI 未來到底能不能賺錢的不確定性打包進了股票的定價裡，交給願意承擔這個風險回報比的二級市場投資者來共同承接。他犧牲了不到 2% 的股權稀釋，換來了一張剝離了破產風險、堅不可摧的資產負債表。這不是割韭菜，這是一筆對等的金融交易。但這才是真正的問題。資本市場裡全是人精，憑什麼有人願意掏真金白銀為這800億買單呢？這就觸及了這次融資方案裡最核心的底牌。Google 敢去市場抽水800億，是因為它同時向市場亮出了一張價值4600多億美元的硬核賬本，讓所有質疑者都閉了嘴。上周我們在 Google I/O 大會那期視頻裡提到， Google 雲的積壓訂單出現了驚人的爆發。今天我們把這個數字再拆得更細一點。在 Google 提交給 SEC 的 10Q 季度財報文件裡，有一個叫做剩餘履約義務的會計指標，也就是積壓訂單。這個數字代表的是客戶已經簽了字、畫了押，具有絕對法律約束力，但還沒確認進當期收入的真金白銀的硬合同。
不是銷售人員嘴裡的預測，是實打實的已簽協議。截至今年3月底，Google 雲的積壓訂單總額暴增到了4623億美元。這意味着 Google 今年瘋狂在建的每一座計算中心還沒有通電，裡面每一根網線、每一張芯片的使用權就已經被企業客戶白紙黑字的買斷了。這4600多億裡，有超過 50% 要在未來的24個月內撤收，剩下的那部分鎖定了長達3到5年的遠期現金流。而且在這份訂單裡，含 AI 量高的離譜。正如我們前天在 Anthropic 那期視頻裡深度拆解過的， Google 雲和頂級大模型實驗室之間的長期算力綁定協議，正是這個訂單池子裡最重要的構成部分。保守估算，這4600多億裡，有超過 55% 是毫無雜質的純 AI 算力基建長單。Google 今年砸進去的那1800多億基建，根本不是在盲目的對賭未來，不是建好房子再去找租客，而是在履行已經白紙黑字簽好的重工業合同。在数據中心連地基都沒打好的時候，裡面的算力就已經全部賣光了。這種需求端的確定性不只停留在未来的訂單裡，它已經直接兌現了當期極其暴利的利潤。今年1季度 Google 雲的總收入同比暴漲了 63%。 如果你把這 63% 拆開來看，剝離掉生成式 AI 產品的直接拉動，傳統雲業務的內生增速只會回落到 25% 左右，是 AI 單季扛起了那將近40個百分點的誇張增量。最直接的結果是 Google 雲的營業利潤率從去年同期的 17.8% 飆升到了 32.9%。 根据管理層在財報電話會上的數據，每分鐘有160億次的 API token 調用，就像數字世界裡轉過不停的自來水表，匯聚成了極其恐怖的利潤洪流。AI 不僅能賺錢，而且是一門邊際成本極低、利潤率極高的超級好生意。未來現金流有4600億長單兜底，當期利潤率在翻倍的狂飆，這才是 Google 敢去市場抽水800億的真正底氣。但對於普通散戶來說，看懂這些財報數字太難了。就在 Google 股價因為稀釋擔憂而下跌的時候，牌桌上出現了一個真正的定海神針。上周我們聊到，伯克希爾在1季度已經大舉增持了 Alphabet， 倉位增長了 224%， 拿出超過160億美元建倉。今天我們要講的是更進一步的動作，伯克希尔又追加了100億美元，通過私募定增的方式，直接認購這次800億融資裡最核心的一塊份額。翻開 SEC 的方424 B5 披露文件，你會看到伯克希尔在這場談判桌上拿到了一手無懈可擊的底牌。第一張底牌是約 6.5% 的折價率。伯克希爾買入這100億股票的成交價，相比消息公布前的市場收盤價，拿到了大約 6.5% 的折讓。在總市值4萬多億的超級巨頭身上，單筆吃進100億籌碼還能打折，在歷史上頗為少見。這個折價就是伯克希爾的風險對沖緩衝墊，短期的股價波動，成本線有足夠的安全邊際。第二張底牌是逃生通道。按慣例，100億級別的私募定增，投行通常要求買方簽署180天的鎖定期，防止拿到打折股票後轉頭在二級市場砸盤。但在 SEC 的披露文件裡， Google 和伯克希爾的協議中根本沒有設置任何顯性的合同鎖定期。當然，根據美國證券法 Rule 144，私募配售股票屬於法定受限證券，
天然不能立刻在公開市場流通。伯克希爾極其聰明地利用了這個法定受限期限作為談判的籌碼。既然法律已經限制我了，那我絕對不跟你簽商業鎖定期。不僅不簽，伯克希爾還從 Google 那裡拿到了一項致命的特權——註冊權。有了這個註冊權，伯克希爾就相當於手握了一個核按鈕，在未來的任何時刻，只要覺得不對勁，他可以單方面要求 Google 向 SEC 提交轉售註冊聲明，強行把手裡這100億受限股票洗白成流通股，隨時奪門而出。既享受了私募折扣，又最大程度地留住了逃生通道的主动权，這是教科書級別的機構風控。但如果你以為這100億只是一次精明的低買高賣，那就太小看伯克希尔了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這是股神巴菲特的手筆，錯了。這100億美元的重注是伯克希尔的新任 CEO Greg Abel 全面接管大权之後打出的標誌性戰役。巴菲特畢生追求的是什麼呢？是輕資產的消費壟斷，像可口可樂、喜事糖果，不需要每年砸幾百億買設備，光靠品牌就能源源不斷地榨取現金流。但是今年的1季度，阿貝爾幹了一件讓市場非常錯愕的事，他大舉清倉了 Visa 和 Mastercard。這2家可是完美的轻資產收银機，躺着抽成，幾乎不需要資本支出。賣掉他們之後，阿貝爾轉手把重金砸向了正在瘋狂燒錢搞基建的 Alphabet。他瘋了嗎？不，是因為他看到了一個巴菲特視野之外的世界。阿貝爾在接班之前執掌了伯克希尔的能源帝國10幾年，是一個做了大半輩子傳統能源和國家電網的重工業硬汉。在他的商業字典裡，護城河從來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品牌，而是用千百億真金白銀，用鋼筋水泥和超高压電站砸出來的物理壁壘。當阿貝爾看着 Google 每年砸1800多億的資本支出時，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什麼 AI 聊天机器人，他看到的是一条能源密集型的数字垄斷賽道。運行最前沿的大模型需要數萬張芯片並聯，需要巨型的液冷系統，需要核電級別的穩定電力供應。這種極端的資本密集度徹底斷絕了新玩家入局的可能。Google 那4600億的雲端積壓訂單，在阿貝爾的眼裡，就像是電力行業裡鎖定未來10年收益的長期購電協議。減持輕資產的 Visa， 重倉重資產的 Google， 這是阿貝爾用重資產基礎設施的邏輯，對伯克希爾護城河理論的一次徹底的升級。巨頭和華爾街在牌桌上用1800億的基建和4600億的訂單鎖死了未來的壟斷收益。那這一切跟屏幕前的你我，一個普通的打工人、創業者或者投資者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關係相當大。因為在這場巨頭狂飆的供應鏈裡，藏着一個決定 AI 從業者生死的物理時間差。現在市場上有一種極度狂熱的幻覺，覺得算力是永遠短缺的， GPU 租賃價格會一直漲。但你仔細的去拆解真實的物理供應鏈，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錯覺。Google 今年揮舞着1800億的支票到處買，但物理世界的建設節奏不是點讀機，你把錢砸下去，算力不可能立刻變出來。根據權威產業調研和電網數據，現在建一個超級數據中心，就像蓋一個超級樓盤。開發商手裡有的是錢，房子也被大客戶一手光了，但是市政供電局拉垮了，变壓器工厂也拉垮了，全球高壓变壓器和關鍵電氣設備的交貨期被嚴重壓縮到了12到18個月。更致命的是電網，在美國核心互聯電網
一個數據中心想排隊病房通電，動輒需要等上好幾年。這就導致了一個極其荒謬的物理實質。2026年各大巨頭規劃的基建產能有30%到50%發生了實質性的脫軌延期，被迫滑落到了2028年才能交付。我們現在看到 GPU 一卡難求，租賃價格居高不下，很大程度上是供應鏈卡脖子和恐慌性囤貨制造的短期假象。這批天量資本支出轉化為算力大規模上線的真實週期，被死死拖長到了24到30個月。這就意味着，對 Google 這種巨頭來說，他們手裡有5年期長單托底，晚點交房無所謂，旱澇保收。但對於整個行業的底層算力生態來說，一場慘烈的產能共振正在暗中醞釀，最可能的集中爆發窗口將落在2027年第4季度到2028年的上半年。到那個時候，被壓抑了2年的海量數據中心將集中通電亮燈，疊加新一代芯片架構帶來的大幅能效提升，底層算力將逐漸失去稀缺性，價格戰將進一步的爆發。事實上，這場雪崩在純軟件的 API 端已經提前上演了。你可能都沒有注意到，就在從2023年到現在這短短的3年裡，大模型的 API 調用成本已經暴跌了90%。隨着 DeepSeek 這種低價刺客把旗艦模型永久的降價，處理100萬個 token 的成本已經逼近了白菜價期間。算力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褪去高科技的光環，變成像自來水一樣廉價的公共設施。當算力注定成白菜價，財富會往哪裡流呢？如果你是科技股的長期投資者，需要徹底刷新估值邏輯，不要再只死盯算力硬件的稀缺溢價了。那個紅利期正在關閉。當算力變成公用事業，真正值錢的東西叫數據重力。Google 拼了老命發股也要建這些基礎設施，根本不是為了靠賣算力賺差價，而是為了用接近免費的算力，把企業客戶的整個工作流和獨家數據死死地鎖進自己的生態裡。誰能掌控獨家的數據生態，誰能讓客戶的遷移成本高到無法承受，誰就能在算力白菜價的時代拿到最大的留存利潤。基礎設施是手段，數据壟斷才是目的，這才是你看懂這次融資的唯一正確視角。如果你是 AI 應用層的打工人或者創業者，我的建議也很直接，立刻停止對算力成本的焦慮，絕對禁止現階段去重資產買卡囤卡。你現在高溢價買進的硬件，到了2028年，殘值會跌得連廢鐵都不如。全面擁抱按量付費的雲端模式，去白嫖那些正在瘋狂降價的 API 接口。當底層大模型的智商越來越同質化，調用成本越來越低，你產品的護城河是什麼呢？是流程，是體驗。行業裡把這個核心工程指標叫 TTFT， 也就是首次響應的時間。既然算力不要錢，就要用無限廉價的算力，讓模型在後台並行檢索多條推理路徑，自我驗證，過濾噪聲，只為在毫秒之間給用戶吐出最精確的每一句話。誰能在這個極致體驗壓縮到極限，誰就能在2028年那波產能紅利中接住潑天的流量。這2年的錯配窗口是少有的確定性機會，用好了就是真正的紅利。至於產業鏈上的基建從業者，你們的紅利不在鴻海的算力中心本身，而在巨頭的焦慮裡。巨頭現在最怕的是交不了房。如果你做的是能繞開電網審批的分布式能源，或者是能幫數據中心縮短工期的液冷快捷組件，只要能幫巨頭把交付時間縮短哪怕1個月，就能拿到他們不計成本開出的溢價支票。800億美元的融資，4600億的硬合同
100億的伯克希尔底牌，剥離資本市場的喧囂。這本質上就是一道極其冰冷的物理學與經濟學算術題。賬上有1260億的現金還要發股，不是因為缺錢，而是因為這筆錢已經不夠了。巨頭用股權鎖定了長期護城河，華爾街用折價對沖了短期風險，而我們普通人能做的就是看懂資金、鋼筋混凝土與電網之間的物理實質，利用好這錯配期，在算力即將變成白菜價的前夜，提前建好你自己的收費站。這場算力瘋狂到底會是像1999年互聯網泡沫那樣提前的一眼，還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基礎設施革命呢？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打開小鈴鐺，咱們下期再見。